大山深处藏着一座被时光遗忘的古老村落，土砖房塌了檐角，木屋吱呀悬着蛛网，唯有山泉水仍在石缝间奔涌，清冽甘甜。放养的牲畜与荒废的屋舍相映，透着原始而寂静的生机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座大山深处，这里是位于湖南省醴陵市与江西省萍乡市的交界之处。现在我们位于这座山的半山腰，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大坪山。在前几次视频中，我们来过这个大坪山，探秘过这个山上的一个寺庙。这个寺庙的名字呢叫做吴楚古刹。在这个寺庙当中啊，有非常多的历史古遗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寺庙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收看我的前几支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座山，听说呢，在这个山的顶端呢，有一个古村落。现在呢，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去那个古村落里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坪山的半山腰，这里只能够听得到鸟叫虫鸣的声音。你看，周边啊，还有很多这种野生的板栗树。你看，从这个位置眺望远方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重峦叠嶂，这个地方都设置了水管。是的，地上还铺了水管。哦，面前就发现了有房子，这个里面听到有狗吠的声音，还好门是关起的。哎呀，好几只小狗啊！这里是专门养狗吗？哎呀，因为这个村落里呀，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居住了，然后栽的这些果树啊，都没人栽，就自然掉落下来了。我面前的这栋红砖房呢，年代看上去也有40-50年了。看上去也是没有人居住，大门紧锁，有2户人家，门前都是栽种了柚子树。这棵树呢，好像也是板栗树吧？对，也是。地上掉落一堆的板栗，成熟之后没有人摘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没有成熟的板栗。这棵树少说也有几十年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旁边还种了一些蔬菜呀。这个看上去像是秋葵，长得这么大，以前我们只在店里买过吃过，但是没见过它是怎么生长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秋葵是怎么生长的。旁边还栽种了一些丝瓜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2栋房子门前去看一下，这个房子里面是否有人居住。满山的柚子啊，掉落满地啊，都没有人去打理。这个门前还比较干净，没看到说有很多杂草丛生。
这个听到有什么声音了没有啊？是的，好像有听到了冒泡的声音。这个是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房屋建筑，这种红砖房。我们发现这里有一根水管，这里有一个蓄水池，接的这个水，不知道这个水是干净的吧？拿出来看一下。对，可以洗一下手。洗手好冰凉的是吧？是的。啊，应该有可能这个管子，我们一路上发现路边埋的这种黑色的水管啊，它是接的上面的山泉水还是下面的自来水就不知道了。它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上面有一个新修的这种砖房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一下上面是否有人居住。目前这2栋房子是看起来是废弃了，没有人住。哦，这户人家还装了一个这样的卫星电线。这个房子看上去新修没多久。整个电线都布到这里面来了，上面也有一栋红砖房，大概率也是废弃了，没有人居住。这边还有一条路，我们先到这家人门前看一下吧。这边呢，这个杆拦住了路，可能也是很久没人居住了。你看这个柚子树啊，这树上的柚子啊，还没有完全成熟，但是硕果累累，少说有上百个了。这是桂花树，已经没有什么香味了。这是一间平房，里面的家居用品应有尽有啊。可能是人不在家，这里应该是有人住。你看它的这个房门前啊，还很干净，如果很久没人住的话，应该会杂草丛生。我们看一下，从这条路走到那边去，那里有一栋房子。这旁边也没有看到。那里养了鸡，哦，应该有人居住。哦，养了鸡有可能会有人居住。有狗哎，要小心一点。你拿着雨伞要小心一点。一般有鸡有狗的家里啊，肯定是有人住的。这是人的。有人在家吗？在哪里？狗在，那边有狗。狗在哪里啊？狗在楼上是吧？是的。我看一下。哦，主人不在家吗？有人吗？这个房屋前面啊，都种植了一些菜。哎，你好，
我们就是一路反正也是走一走看一看嘛。对，我们发现这个村里面，你们这个大坪山村呐、很多房子都荒废了，没有人住了，是吧？那肯定有啊，啊，你都搬下去了。哦，搬下去了，不是，我是看到好多这里过来一点人的，住了。都是在这里养一点什么东西的。哦，就是养人这些没在这边居住，但是对，他在这里也养一点什么了，猪啊，什么东西啊，牛啊、对山羊啊养在这里是吧？因为我看到这个房子门前还是蛮干净的，但是好像没有人居住在这里了。没有什么人住的请问你现在是就你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啊，你家人都不在这里住吗不？在这里，哦，他们都到山脚下或者镇上去了。镇上去了，那你自己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了？也养是羊啊，啊喂羊啊，啊，喂羊，然后种植了一些蔬菜。啊，这里小菜啊，哦，种点小，这个下面的地也是你开垦的，对，就是种了一些辣椒哎，我们这里是种那个稻谷的，啊。种那个水稻，但是你们这里山上有水源吗？种水稻，山上肯定有水啊，山上有水啊。嗯哦，这里的雨水还比较充足，可以种水稻啊山。区水呗，那个山里面的出来的水呗。哦，那我看到这里都是一根管出来的呗。哦，这个水管是那个山泉水啊，对就上面拧下来了。对对对。我们一路上看到地上埋了很多这种黑色的管子。有一家是开那个饭馆的，有一家是养那个猪的。好像那个房子他家人不在这里。哦，啊，家人不在，家人不在。但是那个有房一个是在广西。有一个原来是在长沙做生意，他已经去世了，在长沙做生意的。哦，所以现在没人。在广西去的。但是那个房子是打开的，好像里面养殖了什么东西吗？没养什么，他是底下那个养的那个羊啊，晚上倒去睡，他这里。哦，就是羊跑到他们家里去。去看了是吧？我没进去，在门口看了一下，好像是里面有一些，以为是养殖了一些那个羊粪啊那些。是的嘞。哦。反正这里有人的都是养东西的。哦，我是看到这好多房子哦都没有人住了。是啊。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愿在这山里面居住了。对，都已经下去了。都到镇上去。那个太平山地又都跟那条那个水泥路走，就是往那里去了，就是这上面的地。就是那个蓝天白云那这里。哦。就是那个案子。那你这个位置是属于江西还是湖南？哦，这个地方属于醴陵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安子这里都是湖南的土地。哦。他是这里来往的人比较江西人比较多。你这个房子建了有多久啊？看起来蛮新。我这个90几年的房子。90几年呐，那也有30多年呢。那你是不是做了维修哦？啊，维修了一下。啊。你们住在这个地方有多久啊？我们啊。我们在这里将近有100年的。从你爷爷手里来。从你爷爷手上就住在这里。原来我们是在那个木子桥那里。哦。上4层，乡4层。哦。那你爷爷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？我爷爷也是下面邻里，我们手里面就把房子又搬到这边。又搬到这边来了。你们在这里有100把年了，那以前这个地方啊没挖开的时候啊，你们是怎么上山下山的呀？原来这里有一条路啊。哪边啊？这里也有路啊。这边的。那个太平山安里面去的。哦，这里有一条这种是这种羊肠小道不？哎，羊肠小道。那你们以前上山下山不是很麻烦呢？那肯定很麻烦。就是原来这里都不能来车了，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书，我们在底下读书噻，都是步行，都是走这种羊肠小道。以前路没有这么宽。哪有了这么宽？这个路也是什么时候挖？我进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在这里才可以来车子。哦，修这个房，19几年的时候。人工挖的。哦。现在你下山的话是怎么下山？还是走路吗？有开车？骑车对，摩托车。骑摩托车。啊，摩托车走这种山路还是比较方便一些。摩托车还是可以的。我看到这边呐，你看他们都是门前长的柚子啊，都掉落一地了，都没人摘了，因为人不在家。柚子不能吃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原来那个野生的树长的啦。哦，也是很苦的。苦的，吃不了是吧？你现在一个人住在这边，有水就山泉水，电是这边拉过来电，有网，对，有网络吗？有网络。对。哇，我觉得你好勤快哟，在这里
你看，开垦了这么多那个菜呀，你这个菜自己吃得掉吗？吃得掉哎，我弟弟他们啊，都有时候自己吃不完就搞一点给。搞点给他，拿一点出去卖不？没有卖。没有卖啊。最近雨水不多，所以菜呢好像也比较干。但是你这个有这个水呀，源源不断的山泉水哦。这地方我看一下，到处都是干燥的，能种田，就觉得很奇怪呀。来这里，原来我们这一个走就是这一个走的100几十个年，130多个年。哦，原来这个族130多了，只是后面陆陆续续都搬走了。都搬走了，就他们下面那个走，下面那个走也有100把年。100多年也算是一个古村了嘛，所以今天非常幸运啦，能够看到有人在。那个是我父母他们在这里过来，现在到我弟弟那里去了。哦，你平时住在这里吧？啊？你平时住在这里吧？住这里。住这里，偶尔就是下去一下。喂点鸡啊，喂点羊啊，狗啊。我觉得种植这些还挺好的嘞。在外面还是好一点。在外面。我也是刚回来几年哎。你也刚回来，以前也在外面务工。我是21年回来的，我在长沙啦。哦，你在长沙。我一直在长沙。哦。也是做一点小生意，这生意不好做了就回来了。你自己有儿女在外面？我一个人。你一个啦？哎，我是一个人。没结婚吗？啊，你没结婚啊？你真的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你是哪一年的？我73年属牛的。你73年的呀？那你就才50几岁啊？你比我们家哥哥才大2、3岁耶。53的嘞。没谈过吗？家里人也没有说过吗？谈过。谈过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刚刚跟你说噻，我一直在外面，那时候在外面混的不是很好，跟你说实在的。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很富裕的。原来这个地方很富裕哦。原来我们这里是为什么很富裕？我们这里都是做的那个鞭炮啊、爆竹啊。鞭炮是吧？小打小闹这些都还是挣了钱噻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做鞭炮的时候，我们就出去了，在外面混的也不是很好，我跟你说实在的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你们村里做鞭炮，这个地方是整个我们这里这一块李林都是做鞭炮的。陶瓷和烟花是李林的2大特色。对。但是那个时候这边是盛产烟花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出去务工了，没在这边呢。对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现在就一个人过呀？你还弟弟是吧？2个弟弟呗。2个弟弟啊？就只有3兄弟。没有姐妹。就3兄，那2个弟弟他们都成家了吗？都成家了。就你老大哥没成家。我老大哥。你是不是以前就是照顾弟弟，耽误了自己的事哦？照顾他们谈不上，已经就是从我10几岁起就出去了。就在外面。那你在外面你有没学一门手艺啊？没学什么手艺，最开始就是做生意。做生意其实也不错呀。那以后也没想过要结婚？很难，这个条件我跟你说实在的，是不是？很难。哪有这样的人啊？你看现在在这里每人守一点羊啊那些，哪个跟你这样守到这里来？确实是比较，现在别说是你们这个年纪，现在年轻人结婚率也非常的低。3弟的。我2弟呢是2个女儿，我3弟是2个儿子。3弟2儿子，那个也是你养的狗吗？羊仔。羊仔，这个是小羊仔呀。哇塞，你养了几只羊啊？这里有几十只。有几十只羊。放出去了，放到山上去了。放养嘛。是的，我觉得这里养几十只羊。牛呢？牛养了吗？牛没养。没养牛。养了一点狗啊，反正是下面的那个房子。我刚刚来的时候发现有5、6条那种小狗狗。那里有20条。有20条啊？那也就是，那你平时用什么养它咯？喂饭呗。喂点米饭，当宠物养吗？可以。那我刚刚来过时候一直在那里吼的。他跟你不熟啊，真的是。我说幸好关起来了，我说不然的话冲出来了。是的。哎呀，我们也是过来给你带一个这个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么热情啊，这个大哥真的是谢谢你啊。小仙女有2只狗哦。他刚刚一直在楼上吼，我幸好在楼上。2只狗算了，还是不进去吧。那算了，我们还是懒得进去，我们现在去那里看一下。坐一下吧。不用坐。去那边看一下是吧？我们还去下面再看一下吧。你们就跟着这条路走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
好，谢谢。嗯慢一点哦。嗯，好好好。刚刚跟这位大哥聊了一下，他告诉我们他还没结婚，然后在这边一个人在这边养着了一些山羊、狗啊，种植一些蔬菜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有100把年了，然后告诉我们这周边的一些情况，人也是非常的热情。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石子路往前面走，看一下里面是否还有房子，看一下里面还有人居住吗？我们走到这个深山里面啦，发现到处都是野生的果子，像板栗啊、柚子啊，到处都是，就是没有人摘，掉落一地。在这种深山里面啊，这些果子都没人吃，掉落一地。但是在城市里呢，这些柚子啊、板栗啊，价格卖得非常高，而且呢，还不见得是野生的、天然无污染的食品。这条路崎岖不平，这里面种植了好多这样的竹子，这里格外的安静，里面应该是放一些养殖的用具。这原来是黑猪嘞！哦，这里是这山里人养的一些牲畜，这里养的是黑猪、土猪。哇，这看上去都有几十只哎，好多哦。有几十只。哇，看到人来了，往里面窜了。这头猪，哦，它怎么出去了？你看这个猪的生活空间还是蛮大，到处可以走来走去，窜来窜去。你看，还可以走到那山上去。这边还有路吗？看一下，电子围栏禁止攀登。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条主道路往前走，走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发现左手边呢，这里有几栋这种红砖房，但是基本上被这个杂草给遮挡住了，看上去是没有人居住了，应该是废弃了。房前屋后啊都被草给封住了。今天的温度太高了，好热。这座山里面的板栗树啊特别多，你看硕果累累，没有人摘了，全部是自然掉落下去了。这个就是木子树，在湖南的深山里面啊，到处都是这种野果子，这种摘下来，把它晒干，然后可以榨油，榨出来的就是那种纯天然的清油，这个价格还非常的高。这个大坪山里面植被呀非常的茂盛，以前公路啊没开通，这边没有这么大的路，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来往山下通行。这住在这里面的村民，他们出行非常不方便。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啊，像现在这种路呢，都可以跑汽车了，相对来讲呢，会非常方便。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呢，都不愿意再坚守在这个山里面了，你看，都搬离这里了。你看这一路上的小雏菊，一路鲜花，
盛开。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条主路往这个深山里面再去走一下，看看里面是否还有房子，是否还有人住。这个路上呢，还是有车子碾压的痕迹，但是我们一路上走过来，在路上没碰到一个人，只碰到了刚刚的那个大哥在家里。哦，现在在我镜头前面啊，发现了有一栋砖房，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00-200米的距离。你看，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啊，都发现有车轮碾压的痕迹。所以刚刚那个大哥告诉我们，前面就只有1户人家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确定里面是否有人居住，因为刚刚看到那栋房子的直线距离大概有100-200米，但是我们要从这条路走过去，要绕到那边去，大概有500-600米。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啊，听到有很响的流水的声音。大哥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不缺水，完全是靠上面的山泉水来灌溉植物。你看这个水流，溪水啊，还是非常的清澈。这个周边啊，都埋了很多这样的水管，可以引到下面去。他说这个山上啊还可以种植水稻，所以我感觉非常不可思议。一般水稻都是种植在比较宽阔的平原地带，这条路呢是后面新挖的，完全是沿着这个山体的一侧挖的路。目前就是这种泥巴路。这个山体上啊，埋下了这么多的管子，你说这个管子应该是水管吗？应该是布的那个山泉水，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得到。哦，那里面也有一栋房子哎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看上去是那种土砖房。这个房子啊，完全被这些周边的树啊、草啊、竹子啊遮盖住了，通过无人机都看不到。刚我们在远处看到的房子不是这栋，整个村落几乎是无人村了。哇，这个房子真的是正宗的土坯房，完全是土墙、土瓦盖的，门前杂草丛生，没有人居住。哦，几乎是坍塌了。上面以前还布了电线，可能在20-20年前还有人居住，现在完全坍塌了。哦，里面还有他们的那个先人的遗像，后面的墙壁完全倒塌了。这个只有这一间，旁边呢没看到有门可以进去，那里没法通行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，还有几瓶矿泉水，不知道是什么人留在这里的。而且这里还有烧纸的痕迹，应该是来祭拜祖宗的。哪里烧纸啊？那有灰呀。哦，有灰，有可能是在这边野营的驴友啊留下来的，应该是冬季来这边烧火或者是什么时候。好，我们到他这个房子周边去看一下。他这个房子的正门啊还是比较开阔。这种土砖房少说有50-60年了。现在在深山里面啊，这种房子啊，还是保留了一些，只是没有人居住了。这种房子
要是有人在这里打理的话，居住的话，应该不容易倒塌。它外墙结构还算是比较完整哦。因为这种土灰房啊，是古代先人所凝聚的智慧。哦，走到这里来了。哦，这栋房子啊，就在这里哦。路全部被这个草给封住了，你要小心一点。这个红砖房啊，修的还有2层，看样子是没有人住了。门前杂草丛生，至少几年没有人在这边走动了。这个房子修的还可以。里面啊，全都是牛屎、羊屎。这个红砖房看上去应该有20、30年的样子哎。你看，草都长到家里来了，到处是牛屎、粪便。哦，废弃的床，这个是主人的遗像。打扰了啊，老先生，出来，没有人居住了，荒废了，草都到家里来了。这家的主人可能是不想独居在这个深山里面了。所以都搬移到外面去了。它这周边环境还可以，整个地理位置啊还是不错。门前呢也是一片比较空旷的地方，房子还没修建多久，可能是附近的村民啊养的一些牛啊、羊啊，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啊，留下了一些粪便。我觉得这个房子如果把它重新的装修一下，把院子门前的杂草给它清理一下，还是可以住在这个地方隐居的。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啊特别的优美，空气也非常的清新。然后在自己的院前啊种点菜，喝着这里的山泉水啊，那可是生活，那可是真的惬意。是的，现在人去楼空，全都是杂草一片。整个方圆1、2公里啊，没有人居住，只有这一户人家，可能不想过这种隐居的生活。你看上面的窗户都没有安装，就搬离这里了。我刚刚从这户独户人家走下来，来到这个前坪啊，这里非常的宽阔。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好像是他们以前种菜的菜园子，很明显。但是现在人去楼空，基本上全部荒废了。然后在这个平面啊，看到有好多遗弃的矿泉水瓶。这个地方有可能是登山爱好者、一些驴友啊来这边玩，在这边露营、搭帐篷留下来的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风景还是非常好，整个就是一个大峡谷，环境优美。这户独户人家住在这个地方，我想电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啊，在中国只要有人的地方啊，国家电网啊都会拉到哪里。那么水呢，他们用的就是这里的山泉水，这里的山泉水还是比较充裕。现在就是网络的问题，网络的问题需要解决。那么柴火呢，这山里面到处都是用不完的柴火。我在这里呢发现了一条小道，顺着这条小道，我们可以直接通往山里面的那个峡谷。峡谷中间有条溪流，那是山泉水。我想啊，
这栋房屋的主人当时想用这些山泉水来灌溉以及饮用的话，可能是要走这条道路进行取水用水。由于天色已经比较晚了，我们就不下去了。在这个大峡谷里，方圆几公里虽然都没有邻居，但是电可以向国家电网申请，水的话可以从我左手边那个峡谷当中去取用山泉水，那里的山泉水非常的充裕。虽然这里没有网，也没有燃气，但是呢，这里的吃住行都必须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。如果是换做屏幕前的你们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感想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